我正准备找朋友排位打王者，忽然这时手机响了，我看了看，是父母的短信。他们不是出去玩了吗？家里现在剩下我和爷爷奶奶，这时候发信息给我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？奶奶做的饭可以吃，但是奶奶做的饺子千万不能吃。如果有亲戚过来拜访，立马拒绝开门，不要让他们进来。爷爷有老年痴呆，他已经记不起任何人，如果他清晰地喊出你的名字，请马上远离。春晚晚上8点开始，在8点之前看见春晚，请立刻关闭电视，保护好妈妈给你买的玩偶，记得喂食家里的大黄，请将每天吃剩下的饭菜给他点。妈妈和爸爸会在第3天早上回来，提前回来的不是爸爸妈妈，不要进爸爸妈妈的房间，哪怕听到任何声音都不要进去。晚上睡前，请给家里供的神像上香，千万不能忘记。我看着这些信息，心中很是疑惑，顿时感到莫名的心慌。这时我听见厨房里传来剁东西的声音，来到厨房，发现奶奶正在剁着肉馅。小七奶奶包了饺子，晚上咱们吃饺子。我看见砧板上是一堆黏糊糊的红白混合的肉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腥臭味。我忽然胃里一阵恶心。奶奶做的饭可以吃，但是奶奶做的饺子千万不能吃。虽然我觉得这些规则有些奇怪，但是我还是选择相信爸妈。奶奶，年年都吃饺子，我都吃腻了，今天我们吃点别的吧。也是，那这馅料我一会去拿给你爷爷吃，去叫你爷爷出来吃饭吧，不要让他睡太久了。我来到了爷爷的房间，爷爷坐在轮椅上，合着眼睛正在睡觉。爷爷吃饭了。小七，现在是几点钟了？我好像睡了好久了呀。我刚要回话，忽然觉得一股寒意突然涌上心头。爷爷有老年痴呆，他已经记不起任何人。如果他清晰地喊出你的名字，请马上远离。你奶奶在做饭了吧？我闻到了一股好香的味道。他缓慢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，但爷爷前年就中风了，他根本不可能站起来。好香的味道啊，我好饿。爷爷嘴角流着哈喇子，死死看着我，被吓得连忙跑出了房间。小七，你慌慌张张的干嘛呀？我颤抖着指了指身后。你爷爷怎么还在睡觉？你没叫醒他吗？但是房间里爷爷依旧坐在轮椅上，闭着双眼，仿佛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硬着头皮走到爷爷面前喊了一声，这一次并没有发生诡异的事。爷爷傻乎乎地对着我笑了起来，是平时的那个爷爷。吃饭的时候，奶奶打开了电视，电视里竟然在播放春晚节目。今年春晚的播出时间怎么提前了？现在才7点多钟。电视上穿着红色西装的主持人站在舞台，他的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，此时好像在死死地看着我。春晚晚上8点开始，在8点之前看见春晚，请立刻关闭电视。我被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这才反应过来，拿起遥控器就关掉了电视。怎么突然关了？这歌唱的还挺好听的呀。奶奶，你刚刚有看见吗？看见什么？刚刚不是那个歌手在唱《难忘今宵》吗？原来刚刚那个诡异的画面只有我一个人看到。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楼上的邻居红毛打过来的。小七，今晚的春晚你看了吗？怎么提前播出了？真是奇怪了。关掉，马上关掉电视。你在胡说什么呀？你那边好吵啊，是不是家里来了很多客人啊？我感觉头皮一麻，浑身是凉意彻骨，我家里根本没有其他客人。对了，我感觉春晚的节目好不正能量啊，说要给我们表演一个生切活人头的魔术，听起来感觉怪怪的。你拿着刀干什么？犀利的惨叫声从电话那头传来。红毛，你怎么了？你那边发生了什么事？电话那头没有任何回答，只听到打斗后东西摔地上的声音。过了一会，电话那头才传来红毛的声音。我没事。你快吓死我了，刚刚是怎么了？你爸没有对你做什么吧？没事，我就是被春晚上的活切人头魔术吓到了。你没事就好，赶紧关掉电视，别问为什么。反正那不是春晚，我关掉了，等会我就下来找你。我还想说点什么，红毛却挂断了电话。经过刚刚这些诡异的事情，我顿时没有吃饭的胃口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前面传来了开门的声音，爸妈房间的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一条缝隙，我想应该是爸妈房间的窗户没有关好，门是被风吹开的。我刚准备进去把窗户关上，突然停住了脚步。不要进爸爸妈妈的房间，哪怕听到任何声音都不要进去。你爸妈也真是粗心大意的，走之前连门也不关好。这时风把门又吹开了一些，看到窗户上有个黑影，一晃一晃的，好像是一个没有四肢的人。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。正在我处在惊恐中的时候，奶奶却已经走进了房间，并没有人挂在衣架上，那只是一件妈妈的连衣裙而已。风把连衣裙吹得摇摇晃晃的，从某些角度像极了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诡异的事情。不可否认，我的神经是过敏了一点。突然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关注小七，下集更精彩。突然
然，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我刚来到大门边，门外就传来了红毛的声音：“小七，快开门，我爸让我给你带了点自己家做的酱油肉。”我看了眼猫眼，门外红毛手里拿着一个袋子，除了面色有些苍白，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。等等，红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矮了？他个子本来很高，但现在看着却短了一截。一个极为恐怖的念头突然在我心底升起，红毛的腿会不会被打没了？我冷不丁的打一个寒颤。快开门啊！我知道你就在门后。他的脑袋歪在一侧，像是故意歪着脑袋说话一样。这时奶奶走了过来：“怎么不把门打开呢？这大冷天的，红毛站在外头多冷啊！”奶奶打开了门，一股阴冷的风吹了进来。红毛站在门口，他的2条小腿居然被打折了，只能一拐一拐的行走。我之前那个恐怖的想法是真的，而我到现在也终于明白，为什么红毛的脑袋一直是歪着的，他的头和脖子仅只有一层薄薄的皮，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。你们帮我看看，我的脑袋怎么老感觉轻飘飘的，而且怎么也浮不直。我奶奶直愣愣地站在那，表情像是被吓得呆住了。我因为恐惧而僵直的身体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去关门。红毛突然猛地抓住了我的手：“不止一次，规则那条假的。”红毛的声音断断续续的，我根本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他松开了我的手，一拐一拐的离开了。吓死我了！那孩子怎么回事？那个样子怎么还能走路说话呀？我不知道怎么跟奶奶解释，从爸妈给我发来的信息开始，一切都变得十分诡异起来。还有红毛跟我说的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有一条规则是假的？我心里愈发的不安起来。太邪门了，实在太邪门了，一定是不干净的东西。关注小七，下集更精彩。奶奶一脸紧张的来到了神像前，跪了下去。她非常虔诚的嘴里碎碎念着，祈求着神明的保佑。我盯着那座神像，微微皱起了眉头。其实我一直不喜欢奶奶去供奉这个神像，但我小时候总是生病，去医院又看不好，奶奶便去求了一位高人，带回来了这个神像。刚开始我对他也没有太排斥的感觉，但直到有一次我半夜上厕所，在经过神像这里的时候，看到神像在大口大口的吸食着贡品之后，我就对这个神像产生了恐惧感。我也不清楚我那天看到的到底是幻觉还是什么。我也曾求着奶奶把神像送走，但奶奶和爸妈却怎么也不同意。因为自从请来了神像之后，我的确没有再生过病。经过红毛这出，我和奶奶都没了看春晚的心思。奶奶你早点去休息吧，我来洗碗。可是就在我走进厨房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声音，声音似乎是从冰箱里传出来的。我刚来到冰箱旁边，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狐臭味，好像是冰箱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。我强忍着恶心，决定打开冰箱查看一下。这时手机再次响起，是妈妈发来的信息：今晚是除夕，你不能在12点之前睡着，不要打开冰箱，千万不要打开。你可以喝奶奶给的任何东西，除了牛奶。睡前请到爷爷的房间里，握住爷爷的手，告诉他一切都会没事的。9点之前必须熄灯，睡觉前请确保卧室的门是关上的。如果发现门打开了，请立刻躲到衣柜里。半夜如果你听到奶奶在喊你的名字，一定不要出去。假如你违反了规则，请马上把红色玩偶扔在地上，它会保护你。中午12点，你可以和奶奶到阳台上午睡，这时候奶奶说的所有事情，你可以无条件相信。看到爸妈发来的这些规则，我都要崩溃了。之前发来的规则，我好不容易才记下来，现在又发了一大堆。不过好在我没有打开冰箱。这时我想起了红毛的话，万一这条规则是假的呢？不，红毛说的也可能是假的，毕竟他那个样子也太吓人了。我最终还是没有打开冰箱，我忍不住给爸妈打去了电话。妈妈的一直没有接通，倒是爸爸的响了一会接通了。爸爸，你们在哪里？你们给我发来的信息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很冷，这里很冷，别担心，我很快就回家了。他说完这句话，电话就挂断了。爸妈到底在哪里？爸爸说他好冷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一个极为恐怖的想法在我心里产生，不会的，一定是我想多了。我看了眼时间，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半了。我想起了那条规则，晚上睡前，请给家里供奉的神像上香，千万不要忘记。关注小七，下集更精彩。我来到神像前，插了3炷香，就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却突然看见神像似乎在动，我被吓了一跳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可当我再次望去的时候，神像依旧是原来的神像，难道刚才是幻觉吗？就在我惊奇不定地打量着神像的时候，爷爷看着电视，嘴里发出咯咯咯的笑声。电视里的红衣主持人又是一副温和的笑脸，死死地盯着我，不时地发出咯咯咯的声音。我急忙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了。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就听到爷爷发出声奇怪的嘟囔声：好沉啊，我的肩膀好沉啊。我抬头看了一眼漆黑的电视屏幕，浑身血液瞬间冻结了。
爷爷的肩膀上趴着一个披头散发的黑影女人，可现实中爷爷的肩膀上却什么也没有。我再次看向了电视屏幕，那个女人消失不见了，好像刚刚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可怕的幻觉。爷爷肩膀还沉吗？不沉了，不沉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握住了爷爷的手。爷爷，一切都会好的，会没事的。爷爷的嘴唇颤抖了2下，一瞬间我感觉他原本浑浊的眼神似乎恢复了清明，他的眼睛突然涌出了泪水。我们没有听那个高人的话，犯了禁忌，是我们该改啊，我们做错了，全错了呀。我呆呆地看着爷爷，完全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他像是没有恢复清醒，又像是突然清醒了一样。下一秒他的脸色顿时一变，呆呆地看着我。准确来说，他是看着我身后的电视屏幕。奶奶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房间里，手里拿着茶杯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爷爷刚刚跟你在说什么呢？你爷爷痴呆之后就喜欢说些胡话。小七来把牛奶喝了。你可以喝奶奶给的任何东西，除了牛奶。我想到了规则说的不能喝牛奶，于是说，奶奶，我今天不想喝牛奶。之前说不想吃饺子，现在又不想喝牛奶。小七，你今天是想欠揍吗？我今天就是胃有点不太舒服。怎么好端端的突然胃不舒服了？一定是平时辣条吃多了。他絮絮叨叨地说着，跟平常的奶奶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但刚刚爷爷的表情明显是很害怕奶奶。难道奶奶有什么问题？关注小七，下集更精彩。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躺在了床上，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已经快要9点了。9点之后必须熄灯，按照规则我关掉了灯，房间里瞬间陷入一片漆黑。我感觉到了一丝不安，同时一阵强烈的困意袭来。今晚是除夕，你不能在12点之前睡着。不能睡，一定不能睡着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猛地睁开了眼睛，不好，我竟然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我一脸紧张的坐了起来，看了眼手机，手机上的时间显示现在是晚上11点，我还是在12点之前睡着了，违反了规则。此刻我不知道违反的规则会发生什么，心里感觉很是慌乱。我小心翼翼的从床上下来，准备去喝点水冷静一下。客厅里静悄悄的，就在我路过爸妈的房间时，我突然听到里头传来了说话声。难道爸妈提前回来了？不太可能。我趴在门上，想要听清楚里头到底有没有说话声。你说要怎么做才好吃呢？清蒸还是红烧？不如想想怎样不被小七发现吧，要是被他发现了就不好了。说的也是，不过小七傻乎乎的，应该发现不了。你也别太小看他了，没准他现在就趴在门口偷听呢。爸爸说完这句话后，房间里没有了任何声音。突然门打开了，我看到里面有2个黑影，他们手上似乎拿着什么东西，形状尖锐。这一刻，我似乎明白他们刚刚在讨论什么了。他们是在讨论如何把我做成菜吃掉。我被吓得连忙朝自己的房间冲去，但那2个影子紧紧地跟随在我后头。这时大黄飞奔来，趁着这个机会，我跑回到了房间里。门外传来了啃咬的声音，伴随着大黄痛苦的呜咽声。亲爱的大黄救了我，刚刚如果没有他，那么现在被啃食的一定是我。令人头皮发麻的啃咬声持续了10几分钟后，外面又恢复了可怕的寂静。那2个假扮爸妈的黑影好像走了。爸爸妈妈，求求你们快点回来吧，我好害怕，我真的好害怕。